还好没有伤到你。易将军，你在做什么？陛下疯了，你也疯了吗？我姐姐若看到你如今变成这副样子，只会觉得恶心。你胡说！她若觉得我恶心，怎么会嫁给我？她怎么会对我好呢？在这世上，只有她对我好，只有她，谭太监，当我求你也算是替他求呢。放过他，让他体面的走吧。你给的他不想要，他想要的你也从来不想成全，他只想离开你。为此，他甚至愿意去死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天道在上，我愿以身躯与元神，以我的全部交换，只愿生世世世地王不复相见。不！我不想，我不想折磨他，我只想对他好，就像他保护我、守护我那样。这些东西不干净，吃了会生病的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？为什么要动手打人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救你一下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是啊，他想离开我，那么想离开我，所以才会不顾一切。他做到了。谭太监，你的妻子，我的姐姐，这个叫叶修的人，他已经死了。逝者已矣，该让他安息。好自为之吧。叶将军，等等，将军！陛下平素没什么亲近之人，如今也只有你还能劝劝他。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他若执迷自陷，我再怎么劝也是无用。我挺羡慕他的，羡慕他能那般癫狂。我也想像他一样去缅怀我的亲人、爱人。可是这战乱之中，死了多少将领百姓？秦国如今百废待兴，急需有人重振朝纲，他却耽溺于此，不愿行拦。难道我二姐、我爹、我大哥，还有别人，都白死了吗？他想要陪我二姐去死，那我呢？我又何尝想要苟存独活？可我不能让他们白死。这万千百姓，破败江山，要有人扛起来。
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？我明白。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像陛下那般风光。这就是久经沙场、杀野过重的下场吧。首先想到的是活着的人应该怎么办，以及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是谁害了他们？罪魁祸首澹台明郎已被陛下手刃了。叶将军指的是？首领，他们找到了叶冰长，他正准备乔装混出城，但被守卫给认出来了。要把他关回去吗？聂首领，能否把叶冰长带来？我有话要问他。为何要逃？青羽，你救救我！我不想再被关回去了。那地牢里暗无天日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也知错了。那日在牢中，你为何对我二姐下手？若我们来晚一步，她那时便已死了。我说过了，我是为了报仇，是叶修武害死了萧凌。撒谎！叶秉成，我后来想了又想，你是他亲姐姐，你要是想杀他，机会多的是，根本不必等他被打入大牢中。叶青羽，你果然是整个叶家除了我以外唯一的聪明人。我也是你的亲姐姐，你当真要为了叶修武，一条活路都不留给我是吗？别把自己和二姐相提并论，你这般行径，早就不配做叶家人了。我不配吗，叶青羽？你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的批判我？不过是自古成王败寇罢了。若今日得天下的是萧凌，恐怕今日跪在这里，被你唾弃的就是叶修武了吧？好啊，既然你那么想知道真相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杀叶修武是不想有朝一日毒州的事情被揭穿。毒州？对啊，叶修武想要向澹台烬献殷勤，明明不会做饭，偏要去煮粥，所以我干脆就在那粥里放了一点毒药。你说什么？那祖母呢？你明知道粥里有毒，还送去给祖母？对啊，我就是要他和澹台烬叶修武一块儿去死。叶秉成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很清醒，我只是不想再忍了。老太婆只偏袒他，只疼爱他。既然他这么喜欢叶修武，那我就算了他的愿好了。那你想要毒杀澹台烬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澹台烬，就是因为他萧凌什么也不是了，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。后来，连那什么情丝他也抽去，他还要我活着，我不服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也根本就不会沦落至此。原来是这样。若不是你，萧凌不会死。我以为叶修武为了萧凌要杀我，所以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一切。张嘴。
死了萧凌，叶惜雾从此恨我入骨，以至于我们走到了今日。你胡说！不是我，明明是你！是你和叶惜雾害死了萧凌。叶秉常，萧凌生前曾托付我保全你性命，你说，如今我该如何做？我本就不喜欢这个世界，可是叶惜雾，她爱这个世界。哪怕是寡妇幼童、流民百姓，他都想给予爱，所以我也想像他那样，试着去爱这个世界。可如今，叶惜雾死了，顾的心也死了。我想恨这一切，可叶惜雾他会不高兴的。叶秉常，你既然喜欢粥，姑就让你喝个够。是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谭台剑，谭台剑，你醒啦？你别在这儿睡，会着凉的。姑自有分寸。你有什么分寸？脾气奏章来就没个完。就算你想学人家做个勤政爱民的好君王，也不能糟蹋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又不会突然跑啦。叶惜雾，你来姑身边，究竟想要做什么？对啊，我本该走了。叶惜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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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惜雾！这应该就是叶惜雾说的仙门了。若水之门已经关闭，再次打开还要等500年。离开这里容易，可我又该去哪里找叶惜雾呢？
兄，承让了。这次败了还有下次，我早晚战胜你和你的卓坤剑。走。 澹台殿下离国去都，到我寿国做客，是为了两国邦交，我们当以礼相待，怎可如此肆意欺凌？从前圣宫之中，你我一为皇子，一为质子，云泥殊路。又一载，为了兵戎相向，终成家恨国仇。我要你下旨，退兵止战。到而今，你我相隔的，应当是生死之间。领之兄不忍我赴死。 唯死去，方可解脱。今谢兄成全。萧凌，萧凌，兄台面生，也是逍遥宗的弟子吗？不知该如何称呼？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，这位兄台，怕是认错人了吧？在下宫野继吾，是衡阳宗掌门座下大弟子。宫野继吾，原来如此。既然兄台对此地不熟，我便多送你一程吧。实不相瞒，宫野师兄，你与我多年前的一位旧友神貌颇为相似。 不知宫野师兄是何方人士？或许你们之间有些渊源。我是不虚真人收养回来的，此身从何处而来，我也无从知晓。又是这个不虚真人，我可否见这不虚真人一面？他曾传信救我一命，我想亲口向他道谢。就是这里了。 不虚真人仙逝后，就藏身于此金花城。那这位不虚真人是因何去世的？听闻不虚真人游历过人间，见惯了世人的爱恨离愁，虽勘破元法，却未能修成长生之法。直到他90岁那年，山下新开了家赌坊，他去大营特赢了一把，拄着拐杖。 颤颤巍巍地回山，一高兴跌了一跤，7日后便仙逝了。那我如何才能当面跟他道谢？只需用我仙门术法召唤即可，像这样。庞一之，我此次前来。 向陛下换一样东西，我想换一瓶陛下的心头血。庞一之，你要这血做什么？此事就与陛下无关了。这究竟是元神，还是幻象？都不是，这是一种名叫云端的有趣法术，是不虚真人自创的。 他说：“肉身有限，意识却可以长存，所以在他仙逝前，设下了这法术，保留了自己的意识。”宫野兄，我有话想问这位不虚真人，你可否先回避一下？你问便是，我正有事要做，先行一步。 不虚真人，庞一之，你可知道叶虚雾的元神在何处？我该如何找他？唉，想要卜卦解惑，需我仙门法术才行。庞一之，庞一之，这仙门之中究竟有何玄妙？早已故去的萧凌，竟能活生生地站在这里。 庞一之又为何传信赵游救我？
哎呦，小子，你刚才不还是心急火燎的要走吗？怎么到这会儿还没走呢？是不是我逍遥宗太大迷了路啊？要不要我亲自送你一程啊？嗯？方才听闻贵派有云端法术，我来问卜。哦，你有求于不虚真人的云端呐？但是呢，想求他现身解惑，可是要先入我仙门，领悟心法，才能以灵力唤出。既然萧岭在这里，那叶惜雾会不会？我要留在这里查个清楚。请掌门赐教。哎，你虽然拜我了，可我没说要收你为徒啊。想入我们逍遥，没那么简单。哎，这样吧，起来。你呢，替我去办一件事，如果办好了，就当你欠我的天才地宝2星了，如何？至于拜师这件事嘛，剑来。这把剑名为南枝，是我师父生前所制，乃梅花化成，春心霜破，不带肃杀，以此人心观世界，破执念，见逍遥。这柄剑今天就交给你做个印证，待你哪天能够唤醒它，也算是领悟，才能修习心法，入门求道。素素，你闭关10年，生死劫已过，莫要多思多虑，好好休息吧。我已将澹台烬身上的邪蛊抽离，宿命已断，这世间再无魔神。可倘若这只是一场结束，澹台烬，你真的只是我的黄粱一梦吗？梦醒了，一切就都散了。谁在那儿？出来！小师叔，你是何人？我不是坏人，我也是我们衡阳宗的弟子。所以，你是瑶薇师姐的弟子，之前从未见过我。我自拜入师门，就听说咱们衡阳宗有个无垢灵体的小师叔，可你一直在闭关，只能看见那朵雷云，好奇死我了。可是刚刚看见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好生眼熟啊。这位师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月牙。小师叔叫我名字便好，或者叫我小月牙也行。你叫月牙？对啊，小师叔，怎么了？我叫月芙雅，姐姐，是你救了我，对吗？你本名叫月芙雅，是夷越族人，月牙是你后来改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小师叔，你好厉害啊！怎么什么都可以算的？芙雅，你为何会来衡阳宗？有一位恩人姐姐救过我，还给我养父母留下一封信，让我有事就来衡阳宗。后来我15、16岁时发了病，到处都医不好，都快要死了。养父母便寻信将我送来了衡阳宗。芙雅，过来。芙雅，你可还记得你那位恩人姐姐长什么模样？恩人姐姐，
从今往后，你就叫月牙了。月扶牙这个名字，你只能记在心里，听明白了吗？希望有一日，我们能再遇见。你是恩人姐姐。恩人姐姐，这一切并非一场幻梦，有的人兜兜转转还能重逢，南宫姐姐，有的人刻骨铭心，却无缘再见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不照山巷东十里的村中，有一位盲眼老妪。这15年来，她每日都会站在村口，风雨无阻，从昼到夜，等一个人。娘，智儿回来了。我的智儿，我没听错吧？智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智儿，你真的回来了。老妪的阳寿只剩7天，她一生为善，仙门想在最后了却她的心愿。只可惜，他儿子早已不在。是啊，娘，我回来了。智儿，回来了，先好好休息，娘给你做吃的。当心啊，娘。哎，庞一之说不定知道些什么，我得留在逍遥宗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花费多少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叶修，小师叔，早啊！你吃不吃啊？小师叔，你不知道吧？这500年景境变化可大了，我们可以经常下山来散散心啊。哎，你看一看，那边有个说书的。相传1000年之前，景圣本是一体，后隔江而治，征战不止。因为国君横空出世，才使得两国重聚一统，开启500年盛世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老叟留步。老叟若不着急，多留片刻，为我再讲一段如何？姑娘想听什么呀？您便讲讲500年前景国的澹台烬吧。好嘞，姑娘请坐。小师叔，澹台烬是谁啊？他是景国的国君。话说500年前，景国势弱，民不聊生。国君澹台烬继位后，力挽狂澜，立一世之功业，开万世之太平。不过今夜呀，不讲这些世人皆知的故事，讲讲秘闻。传闻中啊，君王澹台烬有一位深爱的女子，这名女子在史书上只字未留，无名无姓，甚至没有封号，却能够独得帝王的一世恩宠。据说国君澹台烬寿终正寝后，与他那名挚爱女子合葬于澹台王陵。此后500年来，澹台王室子孙众多，世代明君。他终究是放下了那些过往，向前走了。的确，那些与我一起的时光，纵使有爱，但也有恨，终究是他漫漫帝王路中的刹那烟火，转瞬即逝，不值得留念。
我也该彻底放下，追寻属于我的仙途。娘，娘，这天刚刚亮，您正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什么时候了？刚到卯时。不对，不对，我说的是到春分的时候了。院前有一棵小梅花树，对我很重要。你去帮我看看开花了没？是早已枯死了。这树种下10年了，每年我都期待着它开花，可10年以来，我都未曾如愿过。人活着最痛苦的事情便是有回忆无法解脱，如同我被困在幽冥川之中，日日接受弱水冲杀，痛彻心扉。要让婆婆如愿，便要想办法让她从过去中解脱。好看，娘。今日便是婆婆阳寿最后一日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婆婆如愿。芷儿，好儿子，你过来，娘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，娘？孩子，你说这人活着是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这人活着是为了旁人。旁人？若不是为了等我的孩子，我早就死了。若是我也死了，谁还能想着念着我的芷儿呢？娘，我不是在这儿吗？娘眼睛瞎了，可心里明白。娘知道，你不是芷儿。不过你是好孩子，陪我到最后，我老婆子没什么遗憾的了。倒是你，孩子，你家在哪里？可有什么人还念着你呀？没有，我自有丧母，父亲赠我入骨。我身边的人，牵挂的从来都不是我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妻子，她护过我，救过我，她一心都想教我做个好人。那你如今做了好人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他教我向善，教我慈悲，教我爱人。可我
却害死了他。如今，已经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。若是做坏人，就可以重新找回你的妻子，你愿意吗？他说的对，若我利用魔神的力量，说不定有办法找回叶修。不，这么做，他会不高兴的。这就对了，孩子。你若是真心的想念你的妻子，便就该叫她如愿，你明白吗？何为如愿？孩子，你看看这周围梅树是不是开花了呀？这树啊，本是侄儿临走前栽种的。他说：“阿娘，等梅树开花的时候，我就回来了。我时常浇灌着它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，侄儿回来的时候，梅树还在，侄儿就不至于因为我老迈而感伤难过了。”原来是这样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婆婆的儿子就是困住她的过去，而这株梅树就是解锁的钥匙。只要让婆婆认为梅树开花，儿子归来不会难过，便能了却婆婆的心愿。此剑名为南枝，春心霜破，不待肃杀。以南枝法身为枝，冠以灵力催生，便可破执念，见逍遥。草木枯荣万象归，万物从容皆自得。破！娘，看，花开了，我替您折了一枝。谢谢，你是个好人。娘，婆婆，此生您以功德圆满，来世定会多有福报。赵幽前辈，我想拜前辈为师，做逍遥宗的弟子，留在这里专心修行。好，哎，小子，我看你还是颇有仙缘，就知道你走不了。既然你从幽冥之水而来，就算是死而复生，现在又要入我仙门，不如我给你重新取个名字，如何呀？我俗家姓苍，不如我占你个便宜，就随我姓苍，取名九民二字，如何呀？何为九民？时机未到，不可尽说。九民这两个字，你喜欢吗？多谢前辈。还前辈吗？多谢师父。好，好徒儿。婆婆的事已告一段落，这把剑还给师父了。我初学道，用不着利器。九民，你在担心什么？这把剑，你唤醒过，既已唤醒，这把剑就是你的了。
自己收好吧。来，我带你看看我们的逍遥宗。九民，我们不照山有6个山峰，这不照山中心的山峰，名为香炉峰，乃是6峰之中最高的一座。当初魔气坠地，山崩地裂，不照山乃出，群山四合，6峰特立，天似穹庐，恰是一座先天的阵法。而我们逍遥宗位居于其中，便可以天地为鸿炉，炼化万物。沧海桑田，当年被魔气浸染之地，如今竟成了仙门洞府。随心任意，无不可为，无不可往，是为逍遥。由此，我们逍遥宗也创出独门剑法，将它取名为逍遥剑意。剑随心动，万般变幻。你既已把南之剑解除封印，那为师便直接传你逍遥剑意。可你要记住，剑法随心，欲要修成剑法，先要练这儿。洗髓印是魔神之心。叶修，好看吗？只有忘记澹台烬，功力才能变强。李素素，专心一些。这样下去不行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不是任何其他的什么。叶修，你也要抛弃我吗？我想忘掉澹台烬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功力好像变强了一些。我也该彻底放下，追寻属于我的仙途。难道这就是无情道？如若不尽快顺势而为，转修无情道，恐怕待我修为散尽之时，天池之力也无法封住邪火。澹台烬已作为明君过完他的一生，我也不该将自己永远困在过去的回忆之中，日日忍受煎熬。原来这就是仙门，这就是叶修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叶修，如果500年前我就能感受到这些，该多好！小师弟，小师弟，上次你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介绍。我是残海，你若遇到什么不便，只管找我就行。多谢师兄。这是藏风。小师弟，你初来乍到，师兄给你指点指点。咱们师傅坐下，残海第2，我排第3。师弟你呢？凡是拜师入门，师傅都会取个新名字的。你叫苍什么？苍九民。哎，跟咱们的辈分不一样啊。苍是师傅的俗家姓氏。难不成你是他老人家的亲戚？我与掌门从前并不相识。嗨，师傅改名自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就别瞎猜了。哦，对了，师弟，还没给你介绍我派的大师兄。说到这个大师兄，他叫苍林，是个武士，这里有点转不过弯。转不过弯？
大师兄，其实大师兄呢，只是醉心修习于术法，比别人刻苦用心罢了。啊，对。你是师傅新收的徒弟，要不要过两招试试？一定有特别之处，让我看看。好了。九明师弟，你有伤在身，早点休息吧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对，大师兄，下次一定要切磋一下啊！不足以啊，下次切磋一下啊！小师弟，仙门大比非常重要，可千万别忘了练习剑法啊！这仙髓在助我修行。叶修，昭悠伯伯，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个人吧，一见到有人板着张冷冰冰的老脸，故作深沉，就立马得喝点酒，不然浑身不舒服，还会跳眼皮呀。您的酒葫芦呢？我去替您打上一壶来。不用了，以后打酒这种小事儿就交给我那新收的乖徒儿去做了啊。不过我看你这么乖，我就送你一样东西吧，替你沾一卦姻缘。别闹了，苏苏她已经决定要修炼无情道了。苏苏，无情道绝非儿戏，里面的那些利弊得失，你可认真权衡过了？苏苏这10年虽说是历劫，却更像是涅槃。现在苏苏的体内一切都已经重塑了。你们衡阳宗怪事可还真多呀！本来苏苏还小，根本情窦未开，何曾历过情劫？又为何会转换为无情道呢？看来澹台烬便是我那一番情劫。爹爹和昭悠伯伯不用替苏苏为难。既然我已向爹爹表明了决心，如今也无需再多做踌躇。苏苏，你先回去吧。奇怪，苏苏那番话不似寻常懵懂女子所言。苏苏，宫野师兄，苏苏，我有话同你讲。反倒似历经沧桑。好。苏苏，我们自有相识，这10年来，我的心意一日也未曾改变。大师兄，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会害怕看你的脸。师兄，我真要谢你。从前我少不经事，行事痴傻，师兄不嫌弃我愚钝，时时照拂我，教导我。苏苏心中感激，不知该如何报答。苏苏，除了感激，你便没有别的话对我讲吗？
我们的婚约，我待师兄之心，有亲，有敬，但别无其他。至于终身大事，我会找机会向爹爹禀明，自己做主。你果然不是过去的苏苏了，我听懂了。苏苏，我会向你证明，无论过去现在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我对你的情谊都没有改变。不知道到时，你能否将我考量进你的终身大事里？来日方长，师兄，我不知将来你我会如何，如今也只有随缘顺意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会等你的。